深呼吸。人生在世，谁还没撒过几个谎呢？你知道我卡上有多少存款吗？我就是有男朋友了，我可是有300万，整整300万呢！身高188，8块腹肌人鱼线，头脑聪明人又帅，总之就是完美。可有一天，当所有的谎言都成真，我真的有300万了。我叫楚曼，是敏敏的男朋友。这事儿还得从几天前说起。我叫江敏敏，是爱看言情小说的珠宝设计师的助理。嗨，大家，今天晚上我生日，设计部的所有人都要去。没问题，一定去。你要去啊？周玲，今天晚上你别说不去啊！你不去不就是看不起我们吗？好，我去，生日快乐！哦，对了，敏敏啊，今天晚上的派对主题是卡通睡衣趴，我们都要穿的，我也会穿，所以一定要认真打扮哦。哎呀，这每天这是我的同事周玲，就是嘲讽技能满分，平时没少给我使绊。哎呦，干嘛呀？对不起啊，敏敏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姑娘，姑娘，哈哈哈！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否有缘人？你要买我的手串不喽？可以让你撒谎的谎言成真哦。哈哈哈哈！我都不是3岁小孩了，这种骗术已经骗不到我了。再说了，我平时又不撒谎，我要这东西干嘛？缘字一字，乃上苍之安排，是业力哦。不是说好穿睡衣的吗？怎么他们？哎，敏敏啊！哎呦，我的好迷迷啊！你还真笨着了，土掉渣了。坐。好了，请大家安静一下。我想要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公布一个好消息。今天孙经理啊发了公司内部邮件，告诉我我已经正式通过公司的考核，正式升职为设计师了。助理，你是说公司唯一的升职名额给你了？啊，对啊。哎呦，我的好敏敏，说不定过个3、5年啊，你也可以升职的。恭喜你啊！我呢，也劝你一句，快别想着什么设计梦想了，赶紧啊找一个老实的男人，嫁了才是真的呀。我有男朋友了，你有男朋友了？大家，敏敏说她有男朋友了。对，我就是有男朋友了，他叫楚曼，身高188，8块腹肌人鱼线，头脑聪明人又帅，总之就是完美。完美。我先去下洗手间。各位，我喝多了，而且我男朋友来接我了，我就先走了。江敏敏，你这么着急走？我男朋友已经在等我了。男朋友？哦，你那个男朋友是不是那个什么锁骨上有一个圆形胎记？你怎么突然说这个？小说里写的呀。那你看，哎，敏敏，你看呀，你看，你说把小说男主当成自己的男朋友，你不会是看小说得什么妄想症吧？你还给我，这些如脏的东西还给我！放开，否则我会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。你谁啊？我叫楚曼，是敏敏的男朋友。什么？放开，否则我会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。你谁啊？我叫楚曼，是敏敏的男朋友。池少林，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吧？书还给我。哼，小心被人骗哦。傻逼！你一定是被男人欺负得很惨，所以嘴巴才会这么恶毒。还有，你这身衣服太 low 了。今晚大家好好玩，所有的费用算我的。啊！喂，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呀？买单的事情你怎么能乱说呢？哎呦，我可没钱啊！我楚曼最不在乎这些了，你不要在这里挑战我的底线。大哥，你说点人话行不行啊？如果你继续发酒疯，我不介意用你的性命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哇，这身材！行了，不管了，先亲了再说。什么了这是？怎么晕了？
腹肌。你是谁啊？我怎么在这里啊？老李跟我们过来的。我是老李，朱总的万能司机，兼职他的私人情感顾问。那你又是谁啊？流氓！干嘛？流氓？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才叫做流氓。走开！插翅难飞，你是逃不出我主办手上线的。喂，就算你把性骚扰搞成土味霸总，该报的警我也还是要报的。报警？那，你说你叫楚曼？放肆！我就是楚曼，身高188，8块腹肌人鱼线，就像小说男主一样吧。难道昨天那个大叔说的谎言成真是真的？喂，大哥，你到哪儿了？不是约好在我咖啡厅见吗？我在门口了，别着急啊。这是瞬间移动术。事情呢就是这个样子，我知道是很离谱，但它的确发生了。哎，毛毛，我再跟你确认一次啊，昨天晚上你真的没有找你那些帅哥给我救场吗？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，我真没有。你再说，我要找吧，我能找这种级别的帅哥吗？这咖啡拿过去了，老李，帮倒。是，朱总。这俩货宝真有意思。哎呀，你正经一点。我问你啊，你觉得他真的是我谎言成真才出现的？你管他怎么出现的，这种人类高质量男性可遇不可求。那你说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？享受啊！享受。来，好看吗？来。嘿，哎，那边还有呢。老李，朱总，坐下。你好，买下单。你好，买一下单。你好，买下单。你好，好的先生。这才叫做生活吧。这可去。这谎言成真这么好使，不如撒个谎试试看。楚曼，放肆！谁允许你叫我的真名？这么龟毛啊！哎，我问你啊，你知道我卡上有多少存款吗？不知道，也根本不感兴趣。反正不可能有我的钱。是吗？我可是有300万，整整300万呢。看样子我得回去好好纠正一下你的驾车问题。300万，那算什么？朱总，下面去哪儿啊？我累了，回家。什么嘛，根本没钱打电话。朱总，这小姐到家了。哇，到哪儿，朱总？放那边。好嘞。这是你的房子吗？住起来也太爽了吧！敏敏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那可不行，毛毛还等着我回家呢。你之前租的那个房子已经被我买下了。你怎么不提前跟我商量呀？我楚曼做事情，还需要跟别人商量吗？我可以靠自己赚钱租房子，花别人的钱我心里不踏实。如果你能租到，算我输。哎呀，你让开！我真的有300万了！喂，妈。我跟你谈离婚了。什么？你们俩好端端的怎么会离婚了呢？我真的有300万了！不会吧？喂，妈。绵绵，我跟你谈离婚了。你们俩好端端的怎么会离婚了呢？你爸中了1000万的彩票，你说完就不要我了呗？你们中彩票了？宝宝，之前呢，他说是我的打扮，说是我的钱到账了。是到账了。原来撒谎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不行，我还得去找那个大叔。大叔，大叔，为何打扰我啊？大叔，你怎么来无影去无踪的？我问你啊，要怎么解除这个谎言成真的魔咒啊？只要你和你编造出来的男朋友真心相爱，对彼此说出“我爱你”，魔咒就解除了。但是手串变黑之前，你就得完成任务。还有，你每说一次谎，手串的变黑速度就会加快哦。那要是完不成会怎么样啊？不光你的生活会一团糟，甚至还有严重的后果。怎么去不下来啊？哎，大叔，你去哪儿了？哎，楚曼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奇怪，我为什么说不出我爱你呢？爱上楚曼计划。首先该做什么呀？哎，
我连一个正儿八经的恋爱都没谈过，这也太难了吧？为什么偏偏就是我呢？没人，我去上班啦。绵绵，辞职吧，我养你啊。不用，我特别喜欢上班，所以呢就不劳您费心了。还有啊，下班千万不要来接我。再见。楚总，老李来为你排忧解难。晦气。不过你说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女生拒绝被养呢？哎，楚总，如果江小姐这么喜欢上班的话，您倒不如考虑……大家把手头的工作都停一停啊！来宣布一个重磅消息，经过我的推荐，最终选定由周林的作品来参加今年的珠宝设计大赛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看看他的设计作品，是不是很有灵性？这不是我上次被毙掉的稿子吗？怎么成了周玲的？周玲，你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设计理念啊。这个设计理念呢，就是大家知道我平时都是经常出去旅游的嘛，然后呢，我就画设计稿的时候啊，就想到这个这个莲花，这个莲花太美了，你看啊，这个。你说什么？说你胡说八道。这款莲花戒指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，于独爱，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左边是含苞待放的花蕊，右边的钻石象征着脱俗的莲瓣。我为什么会这么清楚呢？因为这根本就是我的设计。周玲，你抄袭我的。江明明，你帮忙，你脑子好不好呀？我会抄袭你吗？啊，我有证据。大家看，这是我的初稿，上周被毙掉了。周玲，为什么你的跟我一模一样？不是，江明明，你拿着破纸你想干什么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满嘴跑火车，你这个人就是人品有问题。哦。就因为我没有你这样的家庭背景，你们就可以随便瞧不起人、孤立人吗？我什么时候瞧不起你过？我什么时候瞧不起你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瞧不起你？是啊，你看自己说话负责任啊！人家周林怎么可能会抄袭你呢？对吧？申经理，这个时候你就别装好人了吧？你跟周玲背后到底有什么勾当？把我的设计稿见花献佛，让他抄走，让他升职邀功。还有，申经理，不如我们今天就把你平时性骚扰的事情摊开来说说，好好的来这笔账。这个是吧？这个还是有问题啊！你看啊，明明。那个咱们公司呢，现在正在选人，要升那个主设计师啊，你得加油啊！再改改。江美女，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，就你这个，我犯得着骚扰你吗？对呀，我简直太过分了！谁过分了啊？你把话说清楚！你这人就是个有问题！我怕你等一下不许污蔑我！手，我打不死你！你再说一遍，太过分了你！放手，周玲，干嘛？放开周玲！干嘛呀，周玲？我打死你！你弄疼我了，放手！没事吧？你来干什么？放肆！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你又是哪个呀？这是我们公司，请你马上离开。你们两个从今天开始自动离职。不是你算老几啊？你开除我们？对啊，该开除人应该是他。对，应该开除的他。大家不要吵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今天要宣布的事。我们一辉珠宝在濒临破产、面临危机的时候，是楚氏集团给了融资，所以说接下来楚总会是我们公司的新任总裁。想跑，你得先问问敏敏答不答应。明明，不是那个，我这，哎呦，我长成什么样都不妨碍你是个人渣的事实。还有你周林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江明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我爸，你给我等着！楚总，接下来交给你了。好，我在这里要宣布一件事情，就由江敏敏担任本公司的主设计师。什么？至于奖励嘛，奖励就是每周只工作3天，每天只工作3小时，超时扣工资，剩下的时间陪我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别让开！我长这么大，还没有谁能命令我出门的。可是你这样干扰了我的正常工作。你不肯辞职，那我就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保护你了。保护？你这分明是让我品尝职场的险恶，好不好？一个有才能的人，无论在任何的环境，都能够将工作做好。激将法，好啊！如果我在1个月内顺利拿到优秀员工的称号，你就不能再干涉我。好啊，如果你拿不到，那你就乖乖的回来做我的楚太太，怎么样？成交。但这个女孩怎么那么难懂啊？在小说里面，只要按照既定方式和语言体系，就能解锁 happy ending 的结局。在这儿，楚总，我听说人类的大脑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、最精密的器官之一，你搞不懂它太正常。那你知道做人是什么感觉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从来不做人。哎，楚总，你为什么对江小姐那么上心？不知道，但不重要，我只在乎结果。她只能是我的女朋友。可是现在生气了呀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不如您给她举办一个盛大的派对，让她成为这个派对的焦点人物，有一种被捧在手心里的感觉。
这是为我准备的呀。风吹日夜，昨天我都没有停歇。Oh wait, oh close my eyes， 海平面闪烁着这许下的诺言。I wanna be a superman， 去拯救这世界，不后悔不停歇。好像有星星也在研究。这个楚曼，你光会有大。有让人听见。我越过地平线，想穿梭的世界，下个地。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女朋友敏敏的派对，希望大家玩得尽兴。敏敏，好久不见。是挺久的。你们认识？哦，这是我大学实习的学长。你好，我是张修，我是敏敏的男朋友楚门。敏敏啊，你什么时候谈的恋爱啊？就前不久。关你什么事？敏敏，我们进来。这楚曼到底什么来头？方便那男的和江明明有什么关系？不是。哼，江明明怎么可能会跟这种有钱人搞在一起？不知道啊。他是从哪儿攀上的高枝呢？还是不知道啊。怎么问你什么都不知道？问你不如问一只猪。这猪他也不知道。行了，别废话了。这姓江的把我们搞这么惨，我们一定不能让他好过。刚才那个男生是我大学实习的学长，我们有一段时间走得比较近，不过后来他出国了，就没联系了。那种男人不值得我为他付出关注。哎，卢总，为了庆祝您成功上市，咱们今晚不醉不归。你去忙吧，我去那边看看。走。敏敏，刚刚你们来提说几句话，有时间一起吃饭吗？啊，再说吧，学长，最近可能没空。大哥，我再陪你喝一杯。这酒不干净吗？你好，我想要一杯饮料。好的。哎，兄弟，那小姐是不是要饮料？是的，我也给。谢谢。谢谢。人呢？一会儿，你把江敏敏迷晕，我把那个叫张修的人也迷晕，把他俩拖到房间里，用自拍的角度拍下江敏敏劈腿的照片和视频。这下江敏敏有100张嘴，都解释不清楚喽。高啊，放心。人不在，我先占点便宜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让我来的吗？放开我，江敏！放开我！我告诉你，我男朋友就……难买是吧？没用的。朱总，你给江小姐买的礼物到了，就在他门口。朱总，明明，你看过这个吗？热，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动我的女朋友？导演，这里交给你了，要他后悔，后台做人。是，楚总。哎，别来，来。明明，你没事吧？楚曼，我带你出去。形成一场陌生的雨，一点一滴无声无息来了。走开，别碰我！连三场也快潮汐，我想牢记陌生的楚曼，人海边缘有些刚才真是吓死我了。楚曼，你怎么知道我出事的？太近距离会窒息，相爱又伤，最是抽离。刻骨铭心，又怎能这回叫你叫天天不一样，叫地地不灵。你是我世界陌生的雨。你什么时候叫过我老公？
所以这条信息肯定不是你发的。好了，没事的，老李已经报警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。奇怪，我的心跳突然跳得很快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。那是因为我吗？是。你可能是担心我吧？原来这个叫做担心啊！你以后不要再让我担心你了，好不好？外面的事情很危险，此时回来吧。啊？楚曼，绵绵，怎么又来上班了？不记得昨天晚上我跟你说过的话了吗？那我们之前还有过赌约呢，你也不记得了？我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人，我决定我要把公司关掉。还有，我已经下达了封杀令，在珠宝设计里面你是找不到第二份工作的。绵绵，你不要怪我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你。你这是保护还是圈养啊？我怎么可能不怪你啊？你根本就是不讲道理嘛！我们之前还有过赌约的，你现在这样就是言而无信。放肆！我就是道理。还有，把这身衣服换你，以后不要再穿。凭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。楚曼，我爱穿的衣服谁也管不着。还有，今天这班我上定了。你，老李，问你个问题：如何让女朋友乖乖在家听话？如何让老婆更加喜欢我？哎，朱总，这是2个问题啊！放肆！讲解不讲了？您得让江小姐吃醋啊，比如牵牵其他女孩的手，或者让……我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有再多女人喜欢我都是很正常的。这个馊主意没有。问你还不如上网搜呢。这么看来，我的行为和教程上如出一辙，所以他肯定喜欢我，这是口是心非。看来是时候准备结婚的事了。朱总，勇气可嘉。妹妹，我觉得这份设计这个地方可以再改一下。对。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地方也可以再精简一点。对，因为这个材质太适合做在这里。整体都很不错，配色我觉得做的特别好，咱们这次。那我下午统一改一下。绵绵，嫁给我吧。什么？我说嫁给我吧。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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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你好，我是张修，我们几个老同学组个局，要不要来聚一下？啊，楚曼，我勒令，不许再和这个人来往。楚曼，你冷静一点，手机还我，关掉。明天我会送你一部新的手机，还有一个新的电话号码。这部手机你别想再见到它。楚曼，楚曼，朱总，楚曼，我的手机呢？这是你的新手机。我不要这个，我要我自己的那部。你的旧手机被我扔了，我楚曼的女朋友怎么扔了？为什么要扔了呀？谁让你扔的？你知不知道那个手机里有我一家3口的合照，还有我以前作品的照片？你凭什么扔了呀？我听来听去，不就是一些照片吗？没了可以再拍啊。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就是一些照片？你怎么是这样子的？你没有感情了吗？你不知道照片的珍贵是因为回忆吗？什么都不知道。他怎么能哭得这么丑啊？我也能哭成你这样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也能哭成你这样吗？上一句。我说你怎么能哭得这么丑？楚总，看来你也跟我一样，变成孤家寡人了。你这嘴巴不是这么用的啊！对，这张嘴是让我们商量怎么把江小姐哄回来的。那你说怎么哄？先把手机找回来。你这几天的遭遇，堪比言情小说狗血片段剪辑了。不过呢，楚曼的英雄救美，堪称留美天花板，你就不心动啊？哎呀，说一点都不心动肯定是假的。但是呢，我刚觉得他可爱，他就霸总附体，我都让他给气死了。毛毛，就觉得这个任务我是完成不了了。你看这个手串，每天都在变色。当初是谁天天喊着要霸总的？我算是明白了，我呀，这叫叶公好龙，真给我一个霸总，我才受不了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尊重我的，以我为中心的，那种。毛毛是吧？好久没见。你好。我能单独跟你们聊聊天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这回头草啊，狗都不吃。你是1年级的江敏敏吗？你是？哦，我是2年级张修，之前在刘老师的课上好像见过你。张修学长呀，你好，我之前看过你的获奖作品《月亮泉》，觉得你很厉害。嗨，那个也没什么，就是之前假期的时候出去走了走，然后有些创作灵感。你也可以的，加油！
学长，今天玩的很开心，谢谢你送我的兔子，我先回家了。哦，那明明你到家了，给我发消息。哎，明明，学长再见。那你到家了发消息啊？明明，我出国了，因为时间紧急，没来得及和你说。以后我们有缘再见，祝学生日。明明啊，其实我这次是为了你回国的。我上大学那会儿不成熟，很多话也没说清楚，就一个人出国留学了。没关系的，学长。我这么说有可能你不信啊。其实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有你，你也一样，对不对？学长，其实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做普通朋友挺好的。不过明明，我听说啊，那个楚曼好像是个怪咖控制狂。才不是呢，楚曼他对我特别的好，从来不会逼我做不喜欢的事情，而且大多数时候他都听我的，以我为中心，他就像一只乖乖的奶狗一样。我倒希望你说的这些是真的。不过明明啊，自欺欺人是没有意义的。找着没？先往那边推吧。你在上面找，那边。哎，老爷，你干嘛呢？明明，明明，楚曼，你怎么跟换了一个人一样？明明，这是你的手机，我给你擦干净了，还贴了新的手机膜。明明，你搬回来吧，我们不吵架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你的承诺呀。难道你不是男人？要不我还是搬回去说吧。你先帮我接电话。喂，你谁啊？周小姐，这么快就把那天晚上的事儿忘了？不是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不想干嘛，我只想跟周小姐聊一聊，咱们一起对付江明和她这个男朋友。地址我发你，你过来找我吧。楚曼，你干嘛呢？我以前怎么会穿这么古板老套的衣服？我都给扔了。有钱任性。等一下。你今天真的很不一样哎。让女朋友感到幸福，是男朋友的天职。那女朋友可以再请求你一件事吗？你说。我想回公司上班。这有什么问题啊？下面我正式宣布一个消息：江敏敏通过考核成为公司的设计师，大家鼓掌。我怎么感觉图怎么今天怪怪的？就是像换了人一样。首长，你叫我来干嘛？哎，以后这间办公室就是你的。啊？你工位上的东西，我会叫人给你搬过来。那你在哪办公呀？我也在这办公。我的工作内容就是做你的贴身小助理啊。啊？你看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、无比美味的什么粉来着？螺蛳粉。谢谢。你怎么想到买这个的？今天中午有个同事过生日，请我们吃的就是这个，我就想着带回来给你尝尝。哎，明明，什么是生日啊？你没过过生日啊？我不知道生日是什么，这个东西它很重要吗？他也太可怜了，我应该帮帮他，让他也有一些温馨的回忆吧。哎，什么？明天你陪我参加一个珠宝设计师交流会，结束之后呢，我有事找你，记得明晚不要有任何安排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呢，要给你一个惊喜，一个巨大的惊喜。以上呢就是这次我演讲的全部内容，希望在座的前辈可以提出宝贵的意见。哎，王女士，谢谢。张学长，敏敏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快来看看学术交流会吧。啊，哎，你等会儿，别碰他，他是我女朋友。现在的小朋友都这么沉不气啊？那也比你这个中年油腻大叔好。明明，你们回家，这里胶囊含量高，空气好。江明明，是你吧？刘老师，哎呀，我记得以前上大学课程的时候，你都是坐第一排的，是吧？刘老师，好久不见，恭喜您啊，已经成为珠宝协会会长了。哎呦，没有。哎，正好今天呢，张学也回国了，我们几个老师和以前的同学一起组了个局，大家一起聚聚，你也来参加吧。明明，你答应过我晚上会给我惊喜的。明明，咱们好不容易老师见了一面，今天晚上聚餐你一定要去啊。好，那你们先去，我晚点到。那我去开车啊。好，等你啊。好嘞。明明，你说过晚上给我的惊喜，难道就是这个吗？怎么会呢？你放心，我不会食言的，相信我。什么？
楚曼，你怎么了？你去哪儿了？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别扔掉我！是不是像我扔掉那些垃圾汽车一样？哎呀，楚曼，我没有扔掉你。你看，我饭吃到一半就偷偷溜回来陪你了。别生气了。哎，走，去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。走嘛，去看看嘛。走了，走。这个蛋糕是我亲手做的。为什么会有蛋糕啊？我想给你补过一个生日。你知道生日的意思吗？不知道。但是大家都说，生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。因为总有一些人会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感到幸福。那我的生日值得庆祝吗？没有人会因为我的到来而感到幸福吧？当然会有了，我就因为你的到来而感到幸福啊！来，快尝尝蛋糕吧，是我自己做的。怎么样？好吃。对了，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，打开看看。我也没什么才华，你就将就看看。我是希望给你补一个完整的人生。清晨一场陌生的雨，一点一滴无声无息，来了又去，连散场也快如潮汐。我想牢记陌生的你，人海边缘留些余地，挽留回忆，能否再晚一秒相遇？爱情决堤，会珍惜相爱有伤，随时抽离。刻骨铭心，喜欢吗？喜欢。我很喜欢烟花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一闪而过的光，砰的一声，就变成了永恒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我很喜欢烟花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一闪而过的光，砰的一声，就变成了永恒。看一根烟花也有这么多哲理啊！不是哲理，我的意思是，美好的东西，即便它再短暂，也值得。明明，我今天知道落泪是什么感觉了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合照，以后每次看到这张照片，就能想到今天的场景。所以啊，每一张照片都是珍贵的回忆。所以，你所搬的手机扔掉，你才会那么生气吧？没关系，我早就原谅你了。明明，我爱你。楚曼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很高兴。你好幽默呀。很幽默吗？我是设计部的一，他是那的。你好，我是张修。朱总，学长。姓张的，你怎么了？朱总，你好，我是蓝宝石指派的首席设计师张修。这是我名片。今天我要宣布，近期备受关注的蓝宝石项目已经成功被我们议会拿下。今天呢，召集大家来开会的目的，就是想向大家宣布，蓝宝石项目的设计师是江敏敏。感谢楚总的信任，但是以我目前的能力，其实很难独立完成这么大的项目。不是独立，敏敏，我帮你。公司那么多设计师，还轮不到你来帮他？姓张的，我奉劝你赶紧离开我的公司，否则要你好看。楚总，一辉就是这么对待合作方吗？姓张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宁可放弃蓝宝石的项目，也不会让你靠近敏敏范。楚曼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怎么能拿工作的事当儿戏呢？小朋友，真正的强者是不会去竞争的。哎呀，怎么那么大一股酸味啊？我看见陈师傅了。你别生气了嘛，我跟学长只是在讨论工作，你也知道那个项目很重要的。敏敏，学长，什么事啊？你之前发给我设计稿我看了，整体来说没有问题，就是缺乏点亮点。这些流行国潮，不妨加点中国元素进去，刚好查一些资料，你看一眼。你看啊，这儿还有这儿，都可以直接调整一下。敏敏，设计师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我会帮你的。楚总，你懂设计吗？我不懂设计，但是我懂审美。你这样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的创作状态。如果你的创作状态这么容易被影响的话，那我觉得你并不适合这份工作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位别吵了嘛。学长，楚总不是这个意思。楚曼，那继续吗？那个这儿都可以进行一些细微上的调整，加一些工业元素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这么晚还不睡啊？我得把方案改完呀。你改完就不改了嘛，又不急。
你乖乖去睡觉，别耽误工作了。你最近对我很冷淡。不是对你冷淡，我最近真的很忙，你也知道，我很想把这个项目做好。那我们换个设计师吧，这样得有时间陪我了。楚曼，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？这工作上的事情怎么能像过家家一样的？那是这么说，这么说。我不跟你说，我上去。哎，干嘛？那我就给你，来，给我。奶狗乖是乖，但也太粘人了吧！哎，看看，设计稿终于完成了，我马上发给他们。我就说嘛，你一定能选的。学长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才会这么顺利。这里面好多创意点都是你提的。客气什么呀，分内之事。哎，要不今晚？楚曼，学长，我先回去了啊。楚曼，楚曼，别睡了。绵绵，今天珠宝展那个姓张的也来了，晦气。楚曼，你又来了。绵绵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姓张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早晚要把他踢出这个项目。哎，我们先上去。绵绵，早啊。学长，学长早啊。那我们进去吧。啊，我帮你拿包，我帮你。我自己可以。绵绵，我们去那边吧。我们去那边吧。这边吧。楚曼，学长。哎，那不是周林吗？他怎么跟泛亚珠宝的人走得这么近啊？泛亚珠宝，这名字好耳熟啊。这是跟我们易辉地位差不多的珠宝公司，你这总裁怎么当的？朱总你好，我是泛亚珠宝设计师周林，有机会合作。泛亚珠宝也不怎么样啊，连抄袭的人都招。哟，这不是交大设计师吗？怎么肯屈尊来到这种展会啊？周林，你说的话就跟你做的事情一样，上不了台面。你低级绿茶的第二步永远是打巴黎。怎么了？8点档的狗血剧情还没看够啊？我要求你向这位小姐道歉。看什么呢？没见过帅哥。谢谢。你刚太过分了。我刚太过分了，我要向江敏敏道歉，是不是啊，张潇？我是怕你帮忙，别上去啊。张先生，聊聊吧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周小姐啊，其实你我之间有共同敌人。共同的敌人？楚曼，只要你和我一起想办法搞垮楚曼和江敏敏，我非但不追究你之前给我下迷药的事，还保证有了无尽的好处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我非常感兴趣。你接下来什么计划？楚曼这个人很神秘，27岁之前的信息几乎为空白，父母的信息也查不到，我们就从他下手，以务必从江明明口中套出话来，看看这个楚曼到底是什么人。还有，我刚看楚曼好像换了个人一样，你得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放心吧，我发现你不光漂亮，还很聪明啊。我漂亮还是江敏敏漂亮？江敏敏那个通过怎么跟你比啊？这枚戒指很漂亮哎。敏敏，喜欢这枚戒指吗？喜欢啊，挺好看的。帮我把这个展品取出来，送给这位小姐。送给我？姓张的，他喜欢什么还轮不到你来送吧？这款戒指可是我自己精心设计的，借给朋友用下而已。我想在场的各位应该没有人比我更适合把它送人的吧？楚曼，拿我的破戒指，别拿出来丢人现眼。绵绵，我有一个礼物要送你。绵绵，我知道你喜欢珠宝设计，所以姓张的不过只是送了你一枚戒指，而我就送给你了一个梦想。好尴尬呀！易辉这家公司上到总裁，下到设计师，心思都用在乱搞男女关系上了。各位，这样的公司简直就是我们设计界之耻啊！哎，你们信得过吗？信过。你跟我赌女配怎么一婚不散呢？什么男配女配的，楚总，你又真以为拍偶像戏啊？这里是展会，是一个专业严肃的场合。您一大总裁在这里搞什么圈外真人秀？长点心吧。楚曼，别说了，成熟一点。我不成熟。江敏敏，你是看不上我了吧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明明也是好心。楚总有什么话让回公司说。你少在这里面哭耗子假自卑了。你那点小心思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就想结结别别。楚曼，你够了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楚曼，你说谁女配呢？你解释清楚，我周林一白送给你，你不是。
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不好意思啊，学长，让你看笑话了，你别管我了。你这说什么话呀？要不我陪你喝一杯？可是楚曼她已经是个大人了，你不能这么一记惯着。走吧，走吧。啊，学长，哎，走吧。我就想找一个合适的男朋友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冰冰，你跟楚总怎么认识的？我很好奇。我说出来吓死你！我呢说了一个谎，说我会有一个霸总男朋友，他就真的来了。冰冰，我跟你说真的，我也说的是真的，我撒的谎言是可以成真的。你不信，我试给你看。你还记不记得我带着的时候，你送给了我一只蓝色的玩偶？记得呀。不过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白色的吧？对，你没记错，是白色。但是你看，刚刚我跟你说完谎之后，它就变成蓝色了。你相信了吧？而且我告诉你啊，这些男友的人设还会变。哎，就来自我平时喜欢看的小说。哎，等会儿。哎，一拉起消息。冰冰啊，你既然对现在的楚曼不满意，你有没有考虑过让他改变一下？改变？你想想看啊，现在的楚曼呢，又粘人还不成熟。我不喜欢这样的男朋友。如果啊，我是说如果楚曼变成这个样子，这是病娇？对，病娇。这样的男朋友呢，又成熟还有魅力，你喜欢得到这样的男朋友？不行，我不能再说谎了，会遭报应的。绵绵，你不用害怕啊，有什么心里话你就说出来。好，我想我的男朋友就是病娇，我喜欢病娇男朋友。如果你再让我看见你接近他，你就是个死人了。江敏敏，好好享受你的心意。你醒了？楚曼，楚曼，我的头好疼啊！昨晚怎么断片了？我都记不清发生过什么了。你昨晚喝多了？我记得还有张修学长，我跟他在一块喝酒。张修是个人渣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。楚曼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看学长不是那种人。绵绵，相信我，我会彻底扒下张修这张狐狸皮的。老李，继续24小时跟踪张修，他出入过的场所一定要拿到监控，明白吗？是。情感专家变私家侦探。话多的人要小心舌头。是，楚总。楚曼，我怎么觉得你好陌生啊？陌生不好吗？陌生才有新鲜感嘛。就像新鲜血液的红色，才能刺激感官，不是吗？啊？张修，你跟周玲什么关系啊？我们能什么关系啊？不太熟。不太熟？不太熟就能堂而皇之的接吻吗？楚总啊，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不满，可是你再讨厌我，也不能这么随便的灭我吧？是啊，楚曼，你在说什么呀？绵绵，你太善良了，今天我就要让你亲眼看看张修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。老李，是楚总。是我漂亮，还是江明强？那肯定是你漂亮了，江明没错过。绵绵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的好学长，看看他那副下贱的模样。楚曼，你干嘛？张修，你这个无耻的混蛋，帮我把人怀进去！别，你一个谎话精，有什么资格骂我？绵绵，绵绵，老李，快点救护车！楚曼，
对不起啊，这次都怪我不好，我不该盲目相信张修的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？我又不在乎一辉，你知道的，我只在乎你，在乎你是否像一只金丝雀一样，在我的掌心中鸣叫。金丝雀，好端端的一个人，为什么要用这么奇怪的比喻啊？因为我宠爱你啊，你什么都不用想，你只需要乖乖的待在我的身边，不离开一步就好了。可是万一我……好了，你换身衣服，跟我出来吧，看看我为你准备的惊喜。哇，这是烛光晚餐，这些都是你准备的？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。哎，帮我拍张照吧。好。No， 不是这样的，你这样太 normal 了，没有艺术感。来，给我。来，快，身体侧快，对，一只腿向前，对，就这样。好，就是这样了。感觉少了点什么。等会儿。你这画好好的，干嘛把它掰断呀？为了美而牺牲，这算得了什么？来，右手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放松一点啊，放松一点，不要笑，表情要冷酷一点，冷酷一点。楚曼怎么像换了个人一样，有点像我看过的那本小说的病娇男主。哇，没想到我也可以拍出这么高级的照片。你看，这张好有意境，还有这张我也很喜欢。好了，我们吃饭吧。对了，老李呢？他吃过了吗？他一个下人，你提他做什么？下人？你们吵架了？如果你再在我面前提到别的男人，我就……你就怎么？我就把你请我吃饭。你吓到我了。好了，我们吃饭吧。楚曼，谢谢你。干杯。喂，毛毛，你终于接我电话了啊！我想跟你说，这次楚曼变成了病娇模式。病娇？那是什么状态啊？特别的浪漫，而且说话也很有情调。昨天我们刚吃了一顿烛光晚餐，他送了我一束白玫瑰，还给我拍了好多好看的照片。总之啊，这次完全是理想型男友。那你爱上楚曼岂不是指日可待了？嘿嘿。金丝雀再也不用画设计稿了。舒总，您就这样烧毁了江小姐的心血，她知道以后不会伤心的。如果你敢让敏敏知道是我烧毁的，那你下半辈子就做个哑巴吧。可是舒总，您为什么？还轮不到你了，为什么？立马从我眼前消失。舒总，老李，这是你的，江小姐。小孩子才喝那玩意儿。江小姐，你没去上班了？哦，我最近在休息，张弛有度嘛。对，只有休息好了，才能画出更好的设计稿。老李，你刚才说什么呢？设计稿？没有触动我。不是我是老李，你干嘛这么怕他呀？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回公司了。我先走了，楚总。哎，老李，老李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？对了，楚曼，我呢休息的也差不多了，我想明天就回去上班。上班？公司怎么回事呀？我合同都已经交了1个星期了，楚总就是不批，我该怎么向合作方交代呀？就是啊，所有的工作汇报上去，一点反馈都没有，什么情况啊？再这么下去，公司非倒闭不可。Hello， 宝贝们，好久不见呀！助理，哎呀，公司不行啦，怎么样？要不要考虑来我们公司啊？可是这样不好吧？哎呦，都
火烧到眉毛呢，你们还在考虑什么啊？你们一心为公司着想，可是公司为你们考虑过吗？对不对？李丽说的也没错，我看这个楚总不像是认真看公司的人。你们的订单到现在都没有完成，你们一辉珠宝就是这样做生意的吗？实在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您稍安勿躁，我马上联系领导为您。狗屁领导，都是一帮废物！我来到这儿也没有人接待，谁跟你们这样的公司合作，谁倒霉？废单！实在不好意思，我马上联系。赶紧把人给我找来啊！啊。楚曼，公司的人被周林他们挖走了一大半，客户也纷纷退单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这种公司倒闭的挺好的。你在说什么呀？这种公司倒闭的挺好的。你在说什么呀？绵绵，我已经准备把公司关掉了。关掉公司？你有考虑过这对公司员工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吗？而且，你有考虑过我的想法吗？好，叶辉是你的公司，你要开要关，我确实管不着，但是我也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别的公司工作。绵绵，我的小心思去，你除了待在我身边，你哪儿都别想去。楚曼，你怎么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了？我什么样子？你狂妄自大，不尊重别人，总之就是讨人厌的样子。绵绵，时至今日，你别告诉我，你仍然坚持着你那可笑的设计梦想。可笑？我的梦想为什么可笑啊？难道做你的金丝雀就不可笑吗？当然，因为你那块存放着各种设计稿的硬盘已经被我烧成渣了，烧得干干净净，一点都不剩。你说什么？你烧了我的设计稿？对，烧了。简直不可理喻！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手机给我，给我！你在给谁打电话呢？你想逃？对啊，没错。我们在一起拍照，我们一起吃烛光晚餐，我们一起听音乐，你不快乐吗？是，那些是快乐，但是你现在这个样子让我觉得好可怕。可怕！我那么的爱你，你居然说可怕！啊！这是张国宇。对不起，绵绵，我是故意的，绵绵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这样的。绵绵，你去哪儿？别离开我，只要你不离开我，我会找你的。你放开我！变态！绵绵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，你放开我！绵绵，我不让你走的。放开我！要去哪儿？这里就是你的家呀，外面都是坏人，你只有在我这里，我才能保护你啊！放开我！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变态！宝贝，吃饭。来，张嘴。就喝，快张嘴。为什么我不吃？喝！干什么？你快！不吃是吧？好，我看你能撑多久。到时候别来求我，疯子。是我老李，我先走了啊。啊，哎呀，你先别打扫了。你觉不觉得最近的楚曼让人觉得很可怕呀？不能再爱了。爱什么爱啊？工作跟感情要分开。老李，说正经的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，救我出去啊？张小姐，虽然你的请求很危险，但是我愿意帮。真的？真讲义气。哎，那这样吧，一会儿呢，你负责帮我联系毛毛，让他来接我，我就负责支开楚曼，确保计划顺利进行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楚曼，楚曼，你听我说。听你说什么？听你说你想怎么样离开我？还有老李啊，你也背叛我了。楚总，你这么做是不对的。闭嘴！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快跑，张小姐！放开！快跑，张小姐！绵绵，你要去哪儿啊？
老李呢？你把老李怎么了？老李，那个叛徒已经妨碍不了我了。楚曼，楚曼，楚曼，你冷静一点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一起去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，好不好？你疯了！你把他放下！只能说个谎试试，看楚曼能不能变一个人格了。你要把我换掉，你不要我了，我不允许，我不允许。我不允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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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允许。我男朋友是一个暖男的男生，从来不会伤害我。喂，你干嘛把我捆着？快把我松开！江小姐，他脸上的力气好像没有了。什么呀？万一他是装的呢？哦，有道理，那就再把一会儿吧。老李，你快把我松开！你看，你看，原形毕露了吧？果然还是不能松。对，万一他再对江小姐不利怎么办？你谁啊？你干嘛在我家？啊？你不认识我了？哎，楚总，那你认识我是谁吗？老李，你变成鬼我都认识，你快把我松开！等等，那你记得张修吗？张修，他好像是个设计师。周林呢？周林，他以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，后来跳槽。哎呀，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别那么多废话，快给我松开！等，你记得老李，记得张修，甚至连周林都记得，就是不记得我。你别废话了，你快给我松绑，快！完了。不是吧？楚曼把你忘了？你怎么完成任务啊？我也不知道呀。这眼看着珠子也没剩几颗了，剩下的时间屈指可数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为什么爱不上楚曼？我觉得言情小说跟现实生活完全是两码事。霸总的楚曼看上去很有安全感，可是你跟他在一起就必须完全按照他的想法做事，很累。奶狗的楚曼呢，不成熟又粘人也不行。后来那个病娇楚曼更别提了，看上去很迷人、浪漫、懂情调，但是真的太危险了。这言情小说呀，我看就是把好的一面放大，对那些不好的就闭口不提，贩卖幻想吧。你别说言情小说了，现实生活中的男人也没有完美的呀。那你一辈子不谈恋爱了？我不是完美主义，我只是觉得感情不该是我和楚曼这样的。好的感情应该是两个人自然而然的吸引，相互走到一起，经历很多的事情，无论好的坏的，彼此的手都不会松开，确认对方就是那个对的人。你这不挺清楚的吗？要去做呀。现在也只能这样试一试了。这位江小姐，你说你是我女朋友，所以呢，你要多花时间陪陪我，这样才能找回属于我们的记忆。那我以前喜欢你什么呢？喜欢我们楚总的品味一向都很独特呀。独特。我热情开朗、真诚大方、努力上进，还有那么一丢丢美貌。他喜欢我，怎么就算品味独特了？江小姐说的是。那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？就你说你是我男朋友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江小姐，你不觉得你自己这种说法很离谱吗？还有老李，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让他继续住在这里的，但你以后还是少交一些这样奇怪的朋友。哎，那你不想找回记忆了？如果是没用的记忆，我也不是很想找回来。加油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无论如何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老李，这家公司效益这么差，管理这么乱，我之前为什么花这么多精力在这上面？因为江不许提那个字。因为 Ginger 小姐。对。是。好了。说正事啊，虽然我们楚氏集团实力雄厚，但给不了我成就感和价值感。如果能让这家公司起死回生，那一定很刺激。这样，你先让财务部门把员工们的工资该发的都先发了，剩下的从账记。是，楚总。哎，你发工资了吗？收到了。哎，楚总可算回来了，他这次状态完全不一样，还经历什么？太忙了啊！谁知道呢？楚总，亲爱的同事们，很感谢你们还愿意留下来与我并肩作战。接下来将会是场持久战，希望我们能够共同进退。我楚曼不会亏待你们的。这样楚曼好有魅力啊！你们怎么来啊？你们一辉这么大的公司，不会连待客之道都没学会吧？那也要看是什么课，值不值得尊重。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楚总吧？我是，请问您是？泛亚珠宝李默默。
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楚总吧？我是，请问您是？泛亚珠宝李默默。早就听说过楚总的大名，我来呢不为别的，开门见山，我想收购一辉珠宝。收购不行。这位就是江小姐吧？听说你是一位优秀的设计师，您要是想长远发展的话，应该同意加入我们舰队。一辉珠宝从创办以来就跟泛亚珠宝齐名，不是你们想收购就能收购的。江明敏，这轮到你讲话吗？你也不看自己几斤几两，敢跟我们林总叫嚣？你们就是这样代表公司形象的吗？您说的没错，一辉珠宝在行业内的确足够优秀，可是此一时彼一时，靠着楚总的钱包维持现状，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哦。我的公司周转正常，就不劳林小姐费心了。不过既然来了，也不能让您白跑一趟，不如你们泛亚与我们合作如何？那就要看楚总的诚意了。我需要时间了解一辉珠宝，还有你。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的。岂有此理！怎么让你冒出个林默默？看来这个林默默一定是觊觎楚总。可是我觉得那个林小姐长得又漂亮，学历又高，还是女总裁，跟楚曼简直是绝配。江小姐，心态放平，不能认输，摆平林默默。我先去睡一觉，睡醒了再说。楚总，你来了，你去调查一下今天来钻石价格的波动情况，我们和默默合作的下一个项目需要。还有，你去做一份总五绿宝石产地的分析报告，他下一个项目需要大量采购。弄这干什么？去。哦。明明，等一下，明天晚上一起在家里吃个饭吧，形式什么再定，我还让老李提前准备。好。我果然没看错楚总，您提交的这份合作方案非常有说服力。林总，过奖了。林总，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楚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？但说无妨。之前你带到我公司那两人，张秋和周林，之前是我公司的员工，老实讲，人品不怎么样。希望林总用人的时候也要看清楚一点。谢谢楚总的提醒，那两个人我会看着办的。对了，楚总，音乐会欧罗巴迷雾的门票，希望楚总赏光。林总，您怎么知道我喜欢听音乐会啊？就像上次我说的，只要给我时间，我一定可以了解你的公司，还有你。你说林默默不会因为楚曼那张脸蛋就答应让他们两家合作吧？不可能。如果林默默要是拎不清的话，张兄、周林，这是林总给你们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们的辞退书。林总说了，你们之前在议会做的点肮脏事，他都知道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林默人呢？我要见他，他要破坏拆桥。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。林秘书，是这样的，求你再让林总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这些事儿呢，都是张修的主意，跟我没有关系的呀。周林，你太不要脸了你！林秘书，你跟林总说说，误会都是误会，你再跟林总说一下，这都不关我的事儿。楚总，老李，你觉得这个林默默怎么样？漂亮、聪明、大方。这是他约我去看音乐会，你说我去不去？不建议前往，容易失身。你觉得我跟他不合适？但是您最爱的是江小姐呀，你难道忘了？老李，你老说这个江小姐是我的女朋友，是我最爱的人，可是我对她根本没有过去的回忆。她现在只是我公司的一名员工，你说的这个爱，又从何谈起呢？所以您现在会接受林小姐的追求吗？接受谈不上，但至少我跟她还是有共同语言的。不管如何，我支持您的一切决定。起来，快吃饭。味道不错哎。你这么吃，哪能体会到撸串的乐趣啊？你像我这么吃，你看，绵绵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你说我们之前是男女朋友关系。你是不是重新找回对我的记忆了？对不起，我完全没有想起我们之前的事情。之前发生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谁也不要提起。这样啊，
好，我明白了。我没有别的意思。你不用说了。其实我应该向你道歉的。之前是我硬把你绑在身边，确实对你不公平，你会觉得不舒服，也是难免的。没关系啦，我都理解的。你放心，我明天就去找房子，我会尽快搬走的。其实你也没有必要。楚门，我吃饱了，我想先上楼了。轻轻的唱，慢慢的回荡，我后悔的那些倔强，无法遗忘。你像太阳，但却害怕接受你给的光。轻轻的唱，淡淡忧伤，我回到了每个地方，我的成长，你的模样，微笑在我身旁。大叔，你还记得我们之前买过你珠串的那个？记得啊，之前那个原主嘛。对，大叔，你之前说要和楚曼互相说出我爱你才能解除诅咒，但是现在他不爱我了，怎么办呀？那就完不成任务喽。不行啊，大叔，你得帮我，你得让他回心转意啊。我只是个卖手串的，你和他的感情事我管不了。不行啊，大叔，你不能这样拐杀不拐埋啊！那只要我完成不了任务了，到时候珠子全部都变黑了，那我能怎么办呀？姑娘，我又没说你会死啊。死不了啊。莫怪大叔话多，现在的你真的舍得完成任务吗？你要知道，魔咒一旦解除，楚曼在你的生活中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你永远都见不到他了。今天我们一辉与泛亚珠宝正式确定了战略合作关系，感谢林总愿意接受我的意见，给我们双方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。合作云过奖了，还要感谢楚总，让我们泛亚珠宝收获了一个如此优秀的合作伙伴。接下来就请大家多多关照，多多指教了。就是小声点，秘密还在这儿呢。他们是分手了吗？哎，你有晨跑的习惯吗？没有，不过听上去挺想试试的。好啊，那明早我们一起跑，我去找你。好，没问题。林小姐，江小姐，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啊！我来找楚曼一起晨跑，老李说他在楼上换衣服。哦，那我早啊。早啊，楚曼。早，明明，起真早。我准备再去睡个合笼觉呢。江小姐，我不能去东城他俩双宿舍。不对，成双成对更合适一点。这样也挺好的，对谁都好。谢谢你啊，老李。爱情是需要勇气的，江小姐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的。算了，我累了。我决定这个任务我彻底放弃了，这样至少楚曼不会消失，我每天都能看到他，足够了。木马，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。其实呢，明明是老李的朋友，他只是到我这儿暂住几天，过段时间他就搬走了。其实我也觉得这样对明明不太好，你一个大男人倒是无所谓，但是流言蜚语最容易重伤女孩子。好，不成，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别苦着脸了，走，跟上。楚曼，你感冒了？不是很严重，谢谢你的关心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这份文件需要楚总您签字。好，拿过来。虽然我和楚曼没关系了，但他生病一定很难受，还是帮忙煮点粥喝吧。你们回来了？我今晚就搬出去，就是搬出去之前肚子有点饿，煮点粥吃。反正你已经在这里住了那么久了，也不差这一天，留下来吃晚饭吧。正好你和木美认识。我倒是不介意和江小姐一起吃晚饭呀，但是还不知道人家晚上有没有安排呢。你们吃吧，我就。江小姐要是有安排的话，怎么可能自己煮粥喝呢？你们想吃什么？中餐？我保持身材，晚上不吃太油腻的。那正好，老李，去订那家西餐厅的外卖。好嘞。开动吧。每人24小时超长待机，专为楚总服务。你看，楚曼，你怎么喜欢吃这种黑乎乎的东西啊？哎，李小姐，这种小事交给我来就行了。食物嘛，能吃饱肚子就行，不用那么讲究。哎，海鲜烩饭，楚曼你尝尝。小姐，楚总对虾仁过敏，这不是谋杀他呢吗？各位，
我吃饱了，我先走了，你们继续。明明，各位同事，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们一辉珠宝这个季度的 KPI 已经超额完成。老李，你在干什么？这又不是音乐厅。每逢喜事必拉此曲啊，楚总。嫁给我吧！什么？我说嫁给我吧！我听说过2天有一个欧洲交响乐团要来我们这边开演奏会，我们一起吧。楚妈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好啊。什么好啊？不是说一起开会吗？哎呀，是演奏会，不是开会啦。哦，那我们一起去听。那你不许反悔哦。啊。明明，我爱你。楚妈，我时间不早了，走吧。我觉得我跟楚曼之间的事情就像一场梦，该醒了。那你想的任务怎么办？我不想完成任务了，因为完成任务之后，楚曼就会消失，我不想这个样子。而且那个大叔也没说完不成会怎么样啊。你抢回楚曼的话，你可以不用做任务啊，你不说爱死不就行了？我哪抢得回啊？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像马里亚纳海沟那么大。之前他喜欢我，那是因为强设定，现在他自由了，傻子都知道要选林默默吧。我放弃了，我想忘掉他。小可怜，你吃点甜品，甜的能开心一点。江小姐，你跟楚总这么般配，如果您还无动于衷的话，那结果肯定会很难收场。关你什么事啊？人家当事人还操心啊。这不是为楚总的幸福负责吗？你还是为自己的幸福负责吧。老梁，你说我们那天晚上就那么让他走了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我觉得很恰当。这是您的房子，一个跟您毫无关系的女孩离开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能说毫无关系呢？那您跟江小姐还有什么关系？你看，她是我的下属，我们之间是雇佣关系。从这个角度考虑，我是不是应该关心她有没有找到房子？那我觉得大可不必，毕竟找房子也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，而我们公司向来都是公私分明的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。楚总，怎么了？楚总，你没事吧？嫁给我吧！什么？我说嫁给我吧！楚总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没事。今天呢，我宣布，我们一辉珠宝和泛亚珠宝合作的新项目大获成功，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够共同进退，一致对外。真的很感谢一辉的伙伴们，辛苦大家了。为了庆祝这次的成功，今晚我请大家放松，一起团建唱歌。我走，我在这去。依依，一会儿你帮我跟楚总说一声，我今晚有事，我就不去了。你怎么不自己跟楚总说呀？今晚必须去，不去扣工资，不管什么理由。明明，不介意我这么叫你吧？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。来，我们喝一杯。多辛苦，没有苦。他醉了，让他喝。楚总这是在怪我不体谅你的员工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大家都喝醉了，一会儿怎么下？你少管我了，你去管林默默，别管我。哎，楚总、林总，走了，拜拜。好。楚曼，我喝酒了不能开车，你送我回去吧。要不我帮你叫代驾吧？那你呢？我还是先送他回家吧。那我自己打车走吧，不用你操心。我不想走了，我走不了了。
楚妈，楚妈。江小姐，这班家伙喝醉了，你去拿他帮他。好。好了，啊，乖，睡觉。哎，楚总，来。看来楚总对江小姐还是余情未了啊。最近我的脑海里总是会闪现一些跟她有关的片段，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会不自觉地靠近她。我不知道这到底算不算爱。那林小姐怎么办啊？虽然我现在还不能确定我到底爱不爱江明明，但是我能确定的是，我一定不爱李默默。我会找个机会跟他说清楚，让他不要在我身上浪费精力了。我在哪？喂，毛毛，我跟你说，坏了！昨晚我们团建，我应该是喝醉了，被楚曼带回家了。旧情复燃了？没有，别瞎说。明明你勇敢点，不如借着这个机会让他爱上你啊！啊？带他融入你的生活，了解你。融入我的生活？哎呀，哈哈哈哈！江小姐下来了。楚总，要不我送江小姐回家？我来开车吧，你这休息，不用忙。好嘞。走吧。那麻烦楚总了，楚总，请进。我现在跟毛毛挤在这里，地方虽然不大，但我们每天都挺开心的。下班之后一起煮个小火锅，聊聊天，吐吐槽。家里还有很多零食，要不要吃？看，这还是我最喜欢的海鲜味的泡面。楚总，不要叫我楚总，叫我楚梦。你以前喜欢吃泡面？哪有人会真的喜欢吃泡面呀？我以前工资低嘛，每个月到了月底手头紧张，我爸爸妈妈给我打电话呢，我只好说谎，骗他们说我正在吃海鲜，其实啊就是一些海鲜味的泡面。明明，你靠着自己的努力，一点点打拼到现在，真的厉害。不说这个了，我换身衣服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好，走。真不是我小气才请你吃路边摊的，而是因为这家真的很好吃，如果你不尝一下，肯定是你的损失。好，那我就暂且相信你。快走。来吧，老板。哟，好的，小伙子真帅啊！我们是朋友。老板，按我之前的流程来一套。好的，稍等啊。谢谢。啊，快尝尝。怎么样？我担心。你担心拉肚子呀？哎呀，没事的，他们家食材很新鲜的。我担心点少了，因为真的太好吃了。算你识货，这钱啊没白花。哎，那你多吃点吧。好。你等会儿。谢谢。我要谢谢你，带我发现了这么好吃的宝藏酒店。所以你要多吃点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怎么样，楚总，今天吃的还满意吧？非常的满意。那下回还有没有什么宝藏小店调查了？当然有了，以后再带你去吧。你干什么啊？放开我！放开！别碰我嘛！别碰我！走，干嘛呀？干什么？放开他，不然我报警了。报警？怎么着？我们不弄他，弄你呀！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怎么样？想打架？怎么着？老子今天打的就是你！我打你！跟我兄弟，我废了你！喂，警察吗？这里有人闹事，你快来！主管小心！我的眼睛！兄弟，没事吧？我今天非得弄死你！
谢你们，要今天没有你们的话，我不用客气，以后注意安全啊。那我先走了。你没事吧？我当然没事了，但是你都受伤了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用，一点小伤，没事。那我给你包扎一下。像这种情况对你太危险了，下次别上当。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嘛。那就麻烦你下次多想想。知道了。邱总，您回来了。你笑了没有？外面花开得好啊。花？这大半夜哪有花来啊？楚总，您今天跟江小姐约会怎么样了？我去，不想说，得嘞，我睡觉去了。那你回来。其实我发现吧，江敏敏是个特别可爱的女孩，她身上有一种活力，特别能感染到别人。那你应该是对她心动了。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跟她的过去，我的脑海里只有一点迎新的画面。其实这些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当下的感觉。说不定即使你们两个失忆了有10000次，也依然能够重新爱上彼此。这个叫宿命感 ，romantic。楚总，如果你真的想找回从前的记忆，这些东西可能会帮助他。来不及说再见，就这样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合照，以后每次看到这张照片，就能想到今天的场景。所以啊，每一张照片都是珍贵的回忆。别对我说抱歉，太悲伤，还有太多没讲，都原谅。轻轻的唱，慢慢回荡，我后悔的那些倔强，无法遗忘。你像太阳，但却害怕接受你给的光。轻轻的唱，但太阳上，我回到了每个地方，我的成长，你的模样，微笑在我身旁。敏敏，原来我忘了这么重要的记忆。你这个好看，好看！你们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我们啊，之前打了一个赌，现在正在揭晓打赌的结果。打什么赌啊？哎，我把5款未上市的钻戒样品都拿给楚总看了，大家打赌楚总会喜欢哪一款呢？那他最喜欢哪个？楚总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款，以荷花为主要设计灵感的钻戒，并且他还自留了，不知道是不是留给未来楚太太的呢？哈哈哈哈！他也喜欢荷花吗？敏敏，楚曼，敏敏，我爱你，你爱我。我爱你。楚曼，楚曼，楚曼。江敏敏，怎么会做那样的梦呢？怎么又黑了一颗呀？楚曼，她真的会消失吗？敏敏，林小姐，林小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敏敏啊，我其实很欣赏你的才华，我觉得你在珠宝设计上可以有更好的发展。然后呢？总不见得约我出来就是来夸我的吧？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有没有兴趣去国外留学？这国家呢随你挑，留学期间的学费、生活费我来负责，怎么样？林小姐，您手指上的戒指很漂亮。林小姐是怕，如果我继续留在一辉，会影响你未来楚太太的身份吗？江小姐一定要这么想我吗？以你的灵气，要是去国外进修的话，那前途真的不可限量。我是不想看到你的才华被埋没呀。林小姐，你能肯定我的才华，我很开心。但是我的前途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林小姐，还是好好做好未来楚太太的身份吧。谢谢。我说江女士，你那李沫沫都欺负到你头上了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
我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。能有什么办法啊？人家楚曼给未来老婆约定的戒指都戴在他手上了。呸！他就是个渣男，气死我了！他跟你不清不楚的，还跟林默默勾勾搭搭。明明，你不会不相信爱情吧？我有那么没出息吗？我想清楚了，就当是老天爷闲的没事干，给我开了个玩笑。不纠结了，认真过好以后吧。就等你这句话。我跟你说，新欢才是治疗旧伤的良药。哎，你要我相个亲？我跟你说，那万一遇到合适的青年才俊呢？到时候什么长满、李满、王满的什么东西，你都抛之脑后了。听起来也不是不行。我给你找找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手撕渣男去。楚总，明明，楚总，以后你不要再约我私下见面了。我虽然感情经历不多，但我至少分得清好坏。明明，你怎么了？是谁让你不高兴了吗？你做了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明明，我已经找回了关于你的记忆，我想起了我们之前发生的事情，你记得我之前有多爱你。明明，我这次约你来，我想……你想什么？你不要再提以前的楚曼了。你是你，他是他。虽然以前的楚曼有很多缺点，但至少他足够坦诚。明明，楚总，什么？明明要去相亲？千真万确，毛毛亲口告诉我的。楚总，要不要去看一下？不是，公司员工相亲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亮姐，我们还是开门见山的说吧。我这个人呢，条件还不错，追我的女生还是蛮多的。我得精挑细选之后才能再做出选择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还不一定要选你呢。谢谢。你们那所以说我这些东西还是得算清楚的。我是不会当约到你的。这位先生，您没事吧？哪有人一上来就说这些的？那乔小姐，我就感觉我们不怎么合适了。这就是你说的相亲对象。楚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作为你的老板，有义务帮你把关。啥？我第一次听说相亲还带老板过来的。这位先生，您要是想结账呢，麻烦自己去前台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这咖啡是我的，我已经付过钱了。什么？是并不好聊。楚总是来看免费相声的。以后为了避免这种歪瓜裂枣，你要是不要去相亲了，带到他身边，就不会为了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。谢谢楚总来救场，我先走了。你看，酒会他不去，那叫你去就去呗。不要，肯定是他跟林默默秀恩爱的主场，我看着都烦，我才不要去。你有没有发现啊？楚曼总是对你相亲的事横加干涉，还会真喜欢你吧？怎么可能啊？他要是喜欢我，怎么还会跟林……算了，反正人就是这个样子，得到的时候不珍惜，失去了又觉得不甘心。我看呀，他就是霸总的老毛病又犯了。管他呢，该去就去呗，而且还要风风光光的去。走啊，干嘛？带你回去换衣服呀，还得正装出席。走啊！哎，毛毛，要不我还是换身衣服再来吧？怎么了？我觉得挺好看的，肯定能把那个林默默比下去的，放心吧。我知道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呢，还是得这么喝。走。明明，你今晚好美啊！是啊，很少看到这样的你呢。是不是楚曼平时总压榨你，害得你都没时间打扮呢？林小姐的意思是我平时很丑喽？好嘛，怎么又误会我？楚总，你不是说要给我们家敏敏介绍场内的优质单身男吗？在哪儿呢？有些人自己的事儿都没搞定了，还管起别人来了。楚曼，我们去那边跟王总打个招呼吧。不好意思了啊。老李，招待这两位。好嘞。幸亏我们家敏敏也没跟楚总在一起，要不然我岂不是天天都能看见他？那你这算盘可打错了，你怎么说他俩不会在一起？我们明明已经有选好的结婚对象了，不久之后就要出国了，那怎么会在一起呢？毛毛，你真假的？这也太突然了吧！那个人呀，一表人才。哎，怎么跑了？毛毛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哪有什么结婚对象还出国？我这放你用呢，欲擒故纵，动不动。我真是服了你了。这个毛毛说话可信吗？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，你不可信其无啊！看来我必须做大事了。老李，你帮我。亲爱的宾客朋友们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老李，我先代表楚总欢迎大家的到来。今晚酒会的主人，也就是我们的楚总，将要向他最心爱的女孩表白。
今晚酒会的主人，也就是我们的楚总，将要向他最心爱的女孩表白。默默，我的内心一直住着一个女孩，但我必须坦率地说，那个人不是你。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欣赏和关心，希望没有对你造成任何困扰。你说的那个女孩是江明明吗？明明，默默说的对，今天要介绍一位优质单身男士给你。现在，这个人已经站在了你的面前。楚曼，今天又不是愚人节，你乱开什么玩笑啊？而且你们不是快要结婚了吗？你都还没有答应我，我现在你们的婚，我真的没有开玩笑。明明，原谅我笨到没有看清楚自己的内心，直到你开始疏远我，我才发现你在我的心里有多么重要，重要到即使我弄不清楚自己对你的感情，我的身体也会让我意识做出一些不自主靠近你的行为。现在这一刻，我才发现我爱的人是你。楚曼，哎，怎么了？明明，他到底为什么晕倒？为什么连家庭医生都查不出原因？明明这次晕倒也很奇怪，他平时影像身体都很好的。你放心吧，楚总，明天我去找更好的医生。明明，你行吗？走吧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就是低血糖晕倒了。对不起，我知道这段时间我让你伤心了，以后你就住在这里，我来照顾你。林小姐，林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那天你晕倒了，我过来看看你。当然，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你解释清楚。这枚戒指物归原主，当初是我觉得它好看，所以让楚曼借我带回去，并不是他用来给我求婚的。哎，这戒指很漂亮啊，能不能借我带回去啊？我让我们公司的人学习一下设计思路，怎么样？林总，你过奖了，应该是我们向你学习，没问题，只要记得按时归还就行。好。对不起，明明，我不该骗你的，我跟楚太太这个身份没有缘分。你不用说对不起，我也不怪你。其实你不是我们感情的阻力。好，你不怪我就好，我放手了。这人生在世啊，何必给自己找那么多糟心事呢？好，你好好休息，走了啊。谢谢。敏敏，妈，敏敏呀，闺女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妈，我没事儿，我可能就是低血糖晕倒了。嗨，我就说嘛，没事就好，你怎么可能有事呢？你小的时候啊，那身体好的呀，就跟那小牛犊子似的，那长得就跟那小孔雀似的。那别说了，嗨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呀不操心你的事了，我还得操心我自己的事儿。你自己的事儿？你什么事儿啊？嗨，我这不还单着呢吗？你爸呀，转脸人家就找了个年轻女人，我这一想，他那样的都找得到，那我差啥呀？我也不能落下了呀。可惜现在的好男人太少了。阿姨，这是我女朋友。你干嘛？得了吧，我怎么可能对你感兴趣呢？我呀喜欢成熟健壮的男人。你先泡3年健身房再说啊。你要不要？你乱说什么呢？默默，来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楚曼。不用介绍了，你的基本信息我已经了解过了。啊，了解过了。默默，你喝水。放着吧，我不渴。那，您吃个水果，橙子。别忙了啊，歇会儿，坐。小楚啊，我就叫你小楚了啊。你的条件呢是不错，但是我作为母亲更看重的是你能不能对我女儿好。啊，伯母，这个您放心，您可以随时过来考察。伯母，您跟叔叔的事情明明已经跟我说过了，不过没关系，伯母，我过段时间就给您安排相亲，到时候全是各式各样的大叔，您随便挑。真的？真的，你没骗伯母吧？没骗。伯母，您看，老李都把资料给我发过来了啊。哟，这么多啊！啊，哎呦，这个怎么样？这真不错。那以我这条件，我可得好好选选。小楚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孩子，懂事儿，有眼力劲儿，看着不错。再看看。你和小楚在谈恋爱吧？妈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既然谈恋爱，干嘛分房睡呀？你怎么什么都问呀？我不回答，你也不许挑亲妈。明明，伯母早。早啊。哦，那个，我妈问中午吃什么。
中午吃什么吩咐给老李就行。啊，哎呦，你们看这双筷子哎，一天到晚它都是成双成对的哎，什么时候看到它东一只西一只的哎？你们两个懂不懂呀？哎呀，妈，你面包是涂番茄酱还是沙拉酱呀？还有啊，我们吃的是西式早餐，不用筷子。小祖宗，你这样不行，你要急死吗？哎呀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跟我爸之间的事情还没讲清楚，怎么有闲心思管这个？正是因为我和你爸离了，我才叫经验丰富。我跟你说啊，像小楚这样的男孩子，追求他的女孩多了去了，你可得抓点紧了，免得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我还得给老外孙呢。哎呀妈，我跟楚曼之间的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浅薄，这是你第一次谈恋爱，不能大意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的事儿我管定了。知道。敏敏，晚上我和朋友一起吃饭，会回来的很晚，就不要等我了啊。好，知道了，妈妈。敏敏从小怕黑，我又不在，今晚他肯定会去依赖楚曼的。哎呀，这家聪明真好，有我这么聪明漂亮又贴心的妈咪。楚曼，楚曼，哎呦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就是院挺冷的，这东西。你有事没有啊？天黑了。哦，没事就好。看来今晚只能摸黑了。没关系啊，我有手电筒。不好意思。那早点休息，晚安。哦。孩子们，你们的妈咪回来了。妈，你回来了。哎呦，昨天晚上真是累死我了。累？那小楚呢？昨天晚上？昨晚上，昨晚我有点失眠。哟，看来呀，得给两个孩子好好补一补的。哎，不用，我昨天熬夜赶稿，补觉就行了。哎，不对呀，昨天家里不是停电了吗？你是怎么赶稿子的？我笔记本的电量很足啊。那你不是出去了吗？你怎么知道家里没电啊？嗨，我昨天晚上打了一夜麻将，困死了。哎呀，不说了，我得睡觉去了。啊，那这招不行，就换下一个。敏敏，敏敏。什么情况？这门怎么锁了？肯定是我妈搞的鬼。看来今晚只能睡客厅了。这沙发睡得我腰好疼，这毛毯也不保暖。哎，这一夜可怎么熬呀？要是能去楚曼的房间蹭床睡就好了。她那张床又大又软，一看就舒服。但是主动去蹭床也太没面子了吧？哎，敏敏，你怎么睡沙发呀？哦，我房间的门锁坏了，打不开了，就只能在这儿将就一晚了。那你也不能睡沙发呀，这毛毯这么薄，容易着凉。走，上吧。万双月光的距离，多少梦想都是你，你是我一生追求解答的谜题。爱从没有定义，直到我遇见你，才知道心动频率都融入呼吸。一会儿不会有大事发生吧？可我还没准备好呀，怎么办？哎呀，好紧张啊！好像有点冷。我也睡觉。走。你醒了？今天就是我们的约会日，这不是今天，好不好？算你有心。
在下一秒传达，姐妹心跳中的号码。你听清风吹拂荆棘的蝴蝶，正是随着黄昏落下，盛开了晚霞。为何代表浪漫总靠玫瑰花，无法语言表达，只因为珍惜才害怕。用我双手为你描画，只要你想做一个孩子，在我这就永远不用长大。我为你披甲，是幸运是无法作弊，是我想和你看日落升起。会穿越光的距离，燃烧梦想的是你，你是我一生中最解答的谜。楚曼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没干什么。不给，不给，这是我的手机。看看怎么？你拍的好丑啊！不丑啊，挺好看的。要不我们拍张自拍吧？好啊。3、2、1。楚曼，抱抱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我很喜欢拥抱的感觉。我知道那种感觉，但我表述不出来。表述不出来也没关系，只要我们静静的抱在一起，我就觉得很幸福。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的。绵绵，谢谢你教会了我做人的体验，感觉很温暖。我也要谢谢你，是你让我变得越来越勇敢，敢于用最真实的一面去面对这个世界。现在我已经不需要用谎言来武装自己了。怎么，今晚是互话大会吗？你让我把话说完嘛。我还要谢谢你，即便有了自我意识，你还是能在林默默和我之间坚定的选择我，让我成为你的唯一。从小到大，我好像都是那个备选方案，从来没有被这么坚定的选择过。楚曼，谢谢你。绵绵，从今往后，无论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我都会坚定的选择你。醒醒！老铁，我去上班了啊。哎，你身体刚刚恢复好，不适合上班。更何况我想了想，我楚曼的女朋友也不需要抛头露面。楚曼，你怎么又变回老样子了？什么叫变回老样子？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们前2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就是因为我对你太好了，你才会这样无法无天的吧？我无法无天，我不过是想正常上个班而已，这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吗？好了，楚总、江小姐，一大早上吵架，这一整天可都要走霉运的。晦气！楚曼，你回来了？怎么喝了那么多酒啊？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你是我生人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好，我们先不吵架，你先洗漱休息，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说，好不好？明天再说。江明明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不想和你有明天。你先洗漱休息，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说，好不好？明天再说。江明明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不想和你有明天。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啊？你就是因为自私，你想把我留在你身边做你的男朋友，给你长面子，所以你才迟迟不完成任务的，对吗？楚曼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自私？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。江明明，经过我这么多天的努力，其实你早就已经能说我爱你了，对吧？
太可笑了。原来我顾虑的一切，在你眼里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。对呀，根本就没有意义。所以请你立刻马上赶紧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好吗？不要那么不识趣。好，我现在就可以满足你，让你彻底从我的世界消失。主办。孩子们，我回来啦！这次叔叔来个太……怎么了？吵架了？你说他为什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？难道男人真的说变就变吗？还是说我根本就不值得被爱？明明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能这样说自己呢？你把任务做了吧，好吗？我求求你，把任务完成吧。我舍不得完成任务，完成任务，主办就要消失了。毛毛，可能你没有体会过跟喜欢的人要生离死别的那种难受。这是我不会体会到的。主办一消失，老李也消失。老李，你们？他跟我其他前男友不一样，我觉得才是个好男人。所以啊，如果是这样，我就更加不能完成任务了。你看看你自己的手串，还剩最后一颗，你别骗自己了好不好？你得面对现实啊。可是我早就爱上楚曼了，我不想这么做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么对我，我真的很痛苦。我真是怕了你。你听我说，楚曼这么做是事出有因的。楚总，我觉得敏敏这次晕倒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她手上不是有一个手串吗？那东西就像是一个计时器，如果到了时间没完成任务就会有危险。我知道，我还知道我的出现是因为那串手串。可是他的任务是什么？你们必须要对对方说出“我爱你”3个字。可是他为什么一直不说呢？因为他一旦说了那3个字，完成了任务，你就会消失在他的世界。他舍不得你。不行，我再去找那个卖珠串的大叔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所以，您宁可牺牲自己，也不愿意让江小姐受到危险。您这些反常行为，是为了逼她完成任务。爱情是需要牺牲的。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轻轻的唱，慢慢回荡，我后悔的那些倔强，无法遗忘。你像太阳，但却害怕接受你给的光。轻轻的唱，淡淡忧伤，我回到了每个地方，我的成长，你的模样。你太过于依赖我了。那我不该依赖你吗？身旁，明明，我们分开吧。我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，你早已完成任务，对我多好。楚曼，我知道你是故意的，你知道如果我不赶快完成任务会有危险，对不对？这段时间我们过得很快乐，不是吗？我们都愿意为彼此付出，为彼此牺牲。那你愿不愿意再努力一下？我们应该一起努力，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而不是残忍的。别自欺欺人了！你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？那也应该试一试呀！我不想就这么放弃。明明，这手下是吧？我不要。楚曼，现实就是我不能没有你。无法遗忘，你像太阳，但却害怕接受你给的光。轻轻的唱，淡淡忧伤，我回到了每个地方，我的成长，你的模样，真心希望。轻轻的唱，慢慢回荡，我后悔的那些倔强，无法遗忘。你像太阳，但却害怕接受你给的光。轻轻的唱，淡淡忧伤，我后悔的我好像听到你心跳的声音了。你再靠近一点。真心希望那些年我能陪在你的身旁。真好，如果我们能一直这么下去就好了。会的。好了好了，总有办法的。明明，楚总，张小姐，老李，你们挺甜呀。尽管祝福我们吧。对不起啊，毛毛，我实在不想让你体会我现在这种痛苦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先想想解决办法。可以找大师啊！我给你看，这个大师算的可准了。他说我感情上总会遇到渣男。哎，亲爱的，是我改变了你感情的厄运。算了吧，毛毛，就你那感情状况，什么都往朋友圈里发，大师一看就知道了，真的准吗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我觉得还是得先找到那个卖珠串的大师。大叔，你愿意再帮我们一次吗？对啊，多少钱我都愿意付。楚曼对我真的很重要，我们彼此相爱，相爱也必须完成任务。妹妹，楚曼，
如果你们没法完成谎言的课题，你们的爱情还是建立在虚假之上的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们永远无法对对方表达你们的爱意，这样不累吗？既然你们相爱，你们不如想一想，面对这最后一刻，如何向对方表达你们的爱意。清晨一场陌生的雨，一点一滴无声无息，来了又去，连散场也快如潮汐。我想浪迹有声的明明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楚曼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很感谢你来到我身边。是你教会了我什么是爱，让我变得越来越勇敢。你让我从一个爱说谎的江敏敏，变成了一个敢于直面真实世界的江敏敏。谢谢你。漫长的节日都换去，片刻相约，花淹没在孤独的夜里。我真的爱你，别过。你的名字还叫我沉溺，落下却没回应。清晨一场陌生的雨，一点一滴无声无息，来了又去，连散场也快如潮汐。我想浪迹陌生的你，我爱你。海边缘留些余地，挽留回忆，能否再换一秒相遇？爱情距离会窒息，相爱忧伤随时抽离，可空隙又怎能轻易抹去你痕迹？你是我世间陌生的雨，漫长的节日都换去，片刻相遇，花淹没在孤独的夜里。你的名字太让我沉溺，落下却没回应。来，咱俩石头剪刀布吧。来，石头剪刀布。来，哭了，喝酒，连喝3杯啊！来，来。这一切真的只是一场梦吗？明明，这套画谁给搞的？啊，这个画的不错。孙经理，你也一把年纪了，为什么老做这种事儿？你老摸我干什么呀？不是，江明明，那孙经理什么时候摸你了？周经理最好闭嘴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抄我的设计稿。你别看水漂呀！我抄袭你，一看就是生活不幸福，太可恶了！天天和你们这种人在一起工作，谁信得了啊？我辞职了，你们爱找谁找谁去。不是江明明，你疯了你！萌萌，我辞职了。你不是打算升职的吗？那种泥潭一样的公司有什么好期待？哎呦，别洒脱啦！对了，你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叫楚曼或者老李的？没人认识李大人，怎么？没事。来了，老板，一位啊，一位。好。你等会儿。来不及说再见，就这样轻抚着你的脸，像这样，别对我说抱歉，太悲伤，还有太多没讲，都原谅。轻轻的唱，慢慢的回荡，我后悔的那些倔强，无法遗忘。你像太阳，但却害怕接受你给的光。轻轻的唱，淡淡忧伤，我回到了每个地方，我的成长，你的模样，微笑在我身旁。太棒了！大家来到本次的珠宝大赛颁奖典礼，让我们热烈欢迎获奖者江敏敏。江小姐，您能分享一下这次的珍珠之类的创作灵感吗？首先，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也很感谢大赛组委会把这个奖颁给我。其实，珍珠之类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我的男朋友。从前的我是一个很爱撒谎、很爱慕虚荣的女生，但自从认识他以后，我感觉到了真诚带给我的满足感，是谎言带给我的虚荣感无法匹及的。我希望看到珍珠之类的大家，能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，不被世俗所影响。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能保留自己的纯真。谢谢。不撒谎，原来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情。许曼，这个小姐，我们认识吗？
当然了。这位小姐，你可真是个好花姐，我们根本就不认识。我执着的信念慢慢睁开双眼，让我的